社工师安德鲁，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，如果今天要换工作，或是要投实习计划书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？当然是学历，因为没有社会工作的文凭或学分，现在或未来的机构是直接丢到垃圾桶。因为现在非社会工作毕业或没有学分，是不得聘用为社会工作员，申请政府方案不予核备补助的。人力银行每天都会把配对的资料传送给有人力需求的机构。我每天上班第一件无脑的事，就是把电子邮件中非社会工作系的配对资料剔除，因为不能用，看了也是白看。过去的年代，有些宗教学校毕业的宗教人士想应征社工，都会说自己有做过非营利组织，都是助人工作。不好意思哦，这差得远了。所以学历是最基本的门槛。话虽然是如此说，但是凡事有例外，因为某些山地离岛偏远地区，因为社工系的人真的很少，所以可以禁用再进修的伙伴。因此自传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这是让人了解你的第一步，特别是实习计划书的自传，因为没有前面好看的学历，也没有漂亮的工作经历，可能只有美美的照片，因此自传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我们开始吧。安德鲁社工师认为，最好的自传要小心下列5件事情。因为自传不是吹牛大赛，负责面试的人也不是呆子。从文字当中可以发现细节，因为魔鬼就藏在细节中。自传不是写作文，是一种介绍自己，让对方在面试前对你有兴趣，至少不会觉得是浪费时间。所以最重要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写自传，就是自传要写。或许你会觉得这是废话吗？对，有很多人不写自传，那就直接丢垃圾桶。第二，架构要完整。自传的架构不是指起承转合，而是有交代自己家庭、求学状况、工作经验与自我期许等。特别是实习生，因为没有工作经验，所以要把求学的状况多写一点，最好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自己的优势。找工作的可以多分享工作经验与学习，或是在工作中的自我反省，因为机构会希望用一个能反思的人，不会想用一个不用脑的员工。第三，动机要清楚。社工的工作很特别，我们喜欢猜个案的动机是什么。当然，面试的主考官也会评估求职者或者是实习的动机，所以在自传中明白的表现你的动机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有加分。实习生最常讲的动机是，因为我照顾住院的阿嬷的时候，看到隔壁床有病人，有社工协助，所以我对医务社工产生了兴趣，所以选择医院作为临床实习的选项。像这样的陈述是很明确的，医院的主管听了会喜欢。我当初面试医院的时候，当然先吹嘘了一下自己在这家医院出身，高职的时候在医院当过志工，
自己的家人也都是从事医疗相关工作，对于医疗的部分有热爱。过去曾经在早疗与医疗有密切的合作经验，只是没有机缘进入医务社工的领域工作，希望可以进入医疗体系工作，这样子的表示会更强烈的让主考官觉得我跟他有一个共同感。第四，成功或失败的经验。对于学生来说，写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很重要，因为主考官会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，面对困难是如何应对，做了什么样子的修正。因为实习生没有什么临床经验，光是实习的教育训练都很冲突，从来不知道原来个案不高兴的时候是会挂人家电话，转头闪人。如果实习的场域是高压的单位，特别会考量抗压的能力。有些学生会写自己团体报告的时候，成员如何不配合，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努力，结果如何。这就是可以看到遇到问题如何面对问题。社工的工作就是解决个案的问题，不是吗？我们解决个案问题是如何被处理，这就是实务工作者要换工作可以在自传中详细说明的故事。第五，千万不要吹牛。自传最重要的是要写自传，其次重要的是不要吹牛。有不少人真的很会吹牛，但是吹牛要看状况，好吗？如果你的履历是不用面试的，那就请努力用力的吹牛，目的是拿高分。例如某些研究所或入学考试是不用面试的，那就没有关系，把道德良知放一边，尽量的唬烂。如果要面试，就要小心一点，免得自己面试的时候会很难堪。希望在写自传上能够帮助大家。一开始写会很痛苦，但是可以把自传留着，每次要求职前再拿出来修改，换上新的成功经验、感动的小故事，会比较好运用，又可以避免每次从头写的痛苦。下一集会以人资或是面试官的角度，如何挑自传里面的问题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